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这个有关于台海的兵推哦。先来关注到大陆的600枚极音速飞弹，再加3000枚导弹，如果出鞘的话，美国现在也自曝哦，这个是五角大厦说的，兵推是全败，甚至他们很重要的福特号航母会沉没。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兵推刚刚特别提到的五角大厦是它的最高机密曝光了，说美军在台海的每一场战争都会败掉。如果大陆寄出的这个600枚这种极音速超强武器在太平洋的话，那么福特号会败掉，那么也会成为海上的棺材。他是特别这样讲。CSIS 还说呢，在过去的一个兵推说中国。只会赢2次，看起来中国是会大输的。可是这一回我们刚刚提到的五角大厦却说美军会全输。台海兵推为什么这2次可以差这么的大？真的关键是出在大陆有极音速武器吗？再来，今天也会来特别的关注到中俄的战略轰炸机压制到日本的门口了。隔天海警机炮舰又直接闯入到钓鱼岛，大陆是否重启在这边常态化、领海化跟实控化的一共3个阶段呢？好，今天都会一起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这个是美军自己亲口证实、亲口说的，是不是他们的军事噩梦呢？来自于《纽约时报》率先披露的是美国战争部最高的机密兵推。我们赶快来看到他怎么说。结果显示，美军在每一次的台海兵推中都会全败，而且是无一幸免，而且是被解放军他说是会被彻底的击穿，毫无招架能力。这边。兵推也特别兵推了3种方式，包括第一个，如果解放军寄出的是这个极音速的飞弹，最快可以达到5马赫，那么美军的防御系统会难以拦截，福特号航母就会被直接击沉。第2种兵推是出动900枚的，不管是短程还有这个中程1300枚加中长程的飞弹，总共就是2700枚。只要做饱和攻击的话，第1岛链跟第2岛链也都不保。最后还说了，美军的战机、补给船甚至未靠近台湾的时候就会被全灭。解放军的沿海武力是足以让整个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的。另外，五角大厦里面还有一个优势报告，也直接写说，美国目前为止，他们主要依赖的武器都是这种比较贵的武器，但是比较脆弱的武器。中国拥有这种海量、低成本的高性能武器，在这种新常态的战争当中，美军是没有办法获胜的。厉将军怎么解读这一些兵推？我们看美国为什么会这么担心啊？我们先讲说是导弹，可不可以打得成航母？第2个，我再来分析导弹这个打得中打不中航母就这2个关键问题。第1个来讲的话，我认为导弹要打成航母的话，非常非常的难，因为美军曾经将它一艘退役的航空母舰拿来当靶船让所有的这种导弹这个或者是舰炮去打。结果打了多久？打了25天才将它击沉。所以要打成一艘航空母舰不是那么容易。以前的航空母舰大概只有1层这个舰体而已。现在航空母舰它会做2层以上舰体，而且中间会做很多的水密窗。你打中其中一个洞，水虽然说海水虽然灌进去了，但是它可以将你密闭隔离，所以你不是那么容易打成的。这是我第1个要讲的，要打成没有那么容易。可是中国的这个导弹对航母来讲，它不是要将你打成，它是要点穴作战，就是我点到你那边，我们看武功这个打架这个有时候点穴一点到以后你就动不了了。我觉得解放军的导弹对美国的航母就像是点穴作战，它因为它从高空往下打，所以第1个这个飞行甲板那边的钢板是比较薄的，不像2旋的舰体是比较厚的，它比较薄，有可能打穿。第2个来讲，中国的导弹都是超高音速导弹，那速度动辄都10马赫以上，所以不要说爆炸了，光那个动能来讲，就可能将你的甲板击穿。那试问一下，如果说一个飞行甲板被击穿的话，或者是你的指挥这个舰桥被打到的话，那是不是整条航空母舰就已经完全瘫痪在那里？就算你没有打成，也失去了作战能力。这是美军发现的一个很大问题。因为中国来讲，我们看到所有基因素，包括东风21、东风26、东风27，这都是弹道型的导弹虽然说它也有巡弋型的、平飞式的，但是它美军航空母舰最怕的是由上往下打的贯穿式的弹道式导弹。那第2个来讲，我们来讲说解放军的导弹打得中打不中，
这个美国的航母哈，这也是大家必须要关心。你要真的能够打中，你才能够讲话嘛。你如果只是说嘴巴讲，大家都不相信。老共打给美军看过哈，第一次是在2020年，我日期都讲出来，11月14号那天，解放军发射了2枚导弹，一枚叫做东风21，东风21从哪里发射？从这个浙江发射，另外一枚从青海发射。那青海发射的是东风26哈，这分别从2个不同地方，一个是比较远，一个比较近，但是两枚导弹同时命中在西沙的那条移动中的靶船。证明他真的打得中哦。那你看看这种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但同一个时间弹着的，在我们陆军叫 TOT 射击哈，那你就很难防卫了，因为你不晓得这个导弹你要防哪边，东边也有，西边也有，很难防守哈。所以说证明，解放军证明他的导弹确实可以击中移动中的靶船，一次不够，再打第二次。第二次在哪一年呢？在2023年8月5号那天哈，我想我日期都讲出来了。对。8月5号，他发射的什么？是第3款的弹道飞弹，叫东风27号。从他这次发射，他没有讲什么地点，但他原则上是说，中国的大西部地区。那我们想到大西部大概不外是青海或者甘肃这个地方，总共飞行了上千公里，那也是打中南海中的一艘移动中的靶船。哇，这3次都命中了。我想说，美军看在眼里，因为第3次来讲的话。这3次美军都有抵近侦察，他们不是经常会拍 P8反潜机来实施抵近侦察吗？就大概还真的被打中了，所以美军紧张的不得了。那现在来讲的话，如果说解放军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它的数据哈，第一岛链它有900枚的这种短程的导弹，针对我们台湾呐，或针对日本。那对打到关岛的中程导弹，打到中程我们通常都讲说是这个东风快递嘛，东风26总共有1300枚哈。然后针对马绍尔群岛，可以打到马绍尔群岛有500枚。如果说是对这些地方实施饱和攻击来讲的话，我想说美军以现在它的这种航空母舰最多哈，能够到这边了不起就3艘嘛。尤其是现在，如果说尼米兹号又退役来讲的话，它目前在这个大西洋第7舰队有2艘航空母舰，一艘我们刚刚讲的华盛顿号，另外还有一艘这个赶过来递补尼米兹的叫林肯号。林肯号现在停在他们的檀香山那个位置。那目前来讲，只有2艘航空母舰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兵力是严重不足。最后我要强调一点，我们经常来讲不对称作战，不对称作战。我们强调台湾来讲如何对抗这个强大的解放军，我们要采取不对称作战。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大陆来讲，它对抗美军的航母，它也是不对称作战。我用便宜廉价的这种导弹，我就可以应付你高价的航空母舰，130亿一艘的航空母舰，我用导弹就可以将你点穴作战，点到那边让你动不了。那尤其是说对美国事后国内的那种舆情的影响会更严重，所以说美国才会这么紧张。好，确实，现在将军帮我们特别分析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导弹这种超高音速导弹的战力是可以如何去瘫痪美国的航母。那确实，这个也是五角大厦目前为止他们最担心的，他们才会认为说2025这一次的拼推，五角大厦才会说。美国他认为是会全输的，但是其实这个态度跟2年前做比较，其实已经是大转变了。大家知道，在2年前2023的时候 ，CSIS 其实是有做一个兵推的，那个兵推就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他们是认为说大陆会输惨哦。他们说，中国只要在美国不介入，或者是日本中立之下，才有可能胜利。而24场他们做的兵推当中，只有中国大陆只会赢2场而已。到底哪一个可信度比较高呢 ？CSIS 有没有刻意忽略了中国大陆极音速武器跟导弹他们的威力？委员怎么看？2个都对啦。哦，因为它兵推的所用的参数不一样。这个。CSIS 啊，24次的兵推啊，它基本上是不断的调整变参数。这个厉将军他们在做兵推，会一下子调整这个，一下调整那个。比如说，解放军用了什么武器啊，用的数量，那这个我军用了什么武器，用的数量去做调整。然后他们24次里面，不管怎么调整，只赢2次，而且这2次啊，都靠的是美军的潜水艇。其他全部被打挂了，美军的水面船舰全被打挂了，所以说海战对他不可行啊。那潜水艇他们只想到说，那我在台湾海峡不得已的要使用战术核子武器，那因为在台湾海峡使用战术核武器不会伤及一般老百姓，可是可以毁灭掉解放军的登陆船队，他的算盘是这样子的。可是他不是每一次都赢
连使用核子武器都输，才这么输，所以你要知道说，他最后算一算，只有2次惨胜，那场要不要打？不要。对啊，这答案就很清楚了。那这个美国国防部呢是说，他们自己测试的是全输，是没有错了哈。因为刚才我们谈了很多的大陆的航空母舰，其实客观的讲，大陆航空母舰的舰队的数目跟质量跟成熟度还不够。如果是航空母舰对航空母舰，大陆赢的几率是不高，所有的兵推都是如此。但是就像刚才丽将军讲，大陆啊离那个东南沿海并不远啦。它后面有2款高超音速导弹，鹰击系列跟东风系列。我老天爷啊，这个数量有多少啊？第一个，因为它载台是什么？轰6K， 它载台是什么？是055，都55啊。那它载台陆基啊都有，所以我搞不清楚说你怎么去应付它。你一个舰队能够载的导弹不多啊，那问题是它在陆地上的导弹哦。你要多少有多少，你又打不到它，这是美军根本没办法赢的最大的原因。你任何船团来，什么基地在东南沿海，没有一个不会被摧毁的。那既然都会被摧毁，我打这场战争干什么？这主要的所谓的优势简报里面讲的是这个内容了哈。那我们只能很客观的讲，美国如果只想到这一点的话，他绝对不会参战。为什么？他打赢他没有什么好处啊。他输了一大堆，损失了一大堆舰队，就像赫格塞斯讲啊，他们真的有兵推过啊。我来10艘，大陆的这个导弹15枚就把我通通给摧毁了。那李将军讲对，因为大陆的东风导弹它其实不是巡弋导弹，说水平发射的，它都是滑翔式的。滑翔式你不能说它是弹道导弹，也不能说它巡弋导弹。它弹道导弹打上去，包括鹰击也是一样，打上去下来滑行的时候是变轨的，所以也不是完全根据弹道，那也不是巡航了，那垂直蹦就下来了。因为巡航的通常是到了以后才飞上去再打，那力道不够，因为你飞上去不会太高打下来。可是如果直接从外太空下来，那个重力加速度那就不得了了。可能直接把航空母舰从中间就穿个洞到海底里面去了。是，这最大的麻烦在这里啊。是。那也不能不拦截呢？他们想一想没办法拦截，因为终端速度通常都超过15马赫以上，所以就算了啊。所以我们只能跟劝美国最好就找个和平方案看28点也好，24点、22点比较实际啦因为你美国要跟中国谈判的，基本上还是在市场实力。因为你美国加欧洲加日本。加韩国加所有你英国，你的影响势力范围里面，现在还占全世界的 GDP 超过1半呢。那你有这个市场，中国大陆要跟你对垒的时候，他看在这个市场上，他也想一想，我打这场战争好像也没什么好处所以2方面都觉得打这场战争没好处就弄个28点和平方案嘛。对或者22点也可以嘛，这是最可行的方案最可行的方案。是，确实美国的部分有美国自己的盟友，那中国大陆的部分其实也确实有中国大陆自己的盟友，都是让美国非常担心的。尤其这盟友在军事上面实力又很强。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俄，他们现在这个也是最近的消息，这几天他们在东海太平洋进行了第10次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而且把这个轰炸机是直接开到日本的家门口。日本当然喊了这是国安威胁，但是北京还是强调是依法展示维护和平的能力。隔天我们看到的是大陆的4艘搭载机炮的船舰直接开到钓鱼岛的领海，当然日方就出来抗议了。中国大陆是要宣布钓鱼岛接下来会实施的是常态化、领海化、实控化吗？会从巡航转变成全面控制吗？赖老师有什么解读？大陆不会登岛控制钓鱼岛，但是事实上钓鱼岛已经是领海的实控化的一个掌控了，这个一点争议都没有了。也就是说，钓鱼岛的海警船全年无休有的时候是在这个毗邻区在这个地方巡逻，有的时候就进入了12海里内巡逻。如果日本的船不管是它的渔船或者是它的公务船，只要进入这个领海的时候，大陆的船就会进来去驱赶，要不就是逮捕
那在过去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是要把他逮捕，拖回去，例如说拖到福建或者拖到浙江，在这个地方里面进行审判啊。这是过去曾经有过试图要去逮捕。那我们看到的日本的做法，就是他的海上啊这个保安厅，他就会去阻挡啊，让他们的渔船能够跑走。后来日本的渔民干脆就不进入这个海域，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不是日本传统渔民的捕海区。以前啊，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啊没有现代化之前啊，我们的渔船基本上都是用风力的啊，并不是用这种动力的啊这种。那因此这个洋流的关系，所以日本的渔民基本上不会到钓鱼岛这个海域来捕鱼。那钓鱼岛这个海域是我们台湾的渔民跟浙江的渔民是在清朝的时候，事实上从更早之前，从明朝就是我们啊两地的渔民的一个捕鱼区，它是长期以来几百年来啊，甚至是都是中国的捕鱼区，不是日本的。它跟日本本岛、日本国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日本如果不是因为非法占领了琉球群岛、琉球国，所以他对钓鱼岛他根本没有权利说三道四。好，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当日本要把这个钓鱼岛国有化之后，那是原来是从石原生太郎开始搞起来的啊，那么一直到啊这个后来日本要把它国有化的那一天开始，中国大陆就实质上就进入了这个钓鱼岛，现状就被改变了。对，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停止过。钓鱼岛这个中国的海警船是全年无休，在这个地方巡逻，常态化的巡逻。但是你说要登岛去控制这个岛，意义不大。也不会这样做。但是事实上，它已经不是在日本的有效的行政管辖权内了。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